美军方自1997年起，先后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高空侦察飞艇。2022年，美军方将携带侦察设备的高空气球转为军用，可用于跟踪中国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战略巡航导弹。深圳卫视注意到，汪文斌提到的这些内容就来自于美国政客网站2月3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以都2023年了，军方为什么还会使用间谍气球为题，介绍美国军方早在1996年就开始研发高空侦察飞艇的一项计划。这个名为联合对地攻击巡航导弹防御高架网状传感器系统的计划，试图制造一个标准足球场一样长的飞艇，在高空停留30天，利用锁协监控设备探查巡航导弹等。报道称，1998年，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赢得了该合同项目。不过，这项耗资约30亿美元的项目所研发的间谍飞艇软硬件问题频发，引发多次严重事故。2010年，军方的一艘飞艇在风暴中被商业飞艇撞毁。2015年，一艘飞艇突然失控飞跑，最终该项目在2017年被正式取消。但美国军方并未放弃研发此类间谍装置。报道进而披露，五角大楼2019年又开启一项新计划，准备用携带侦察设备的高空气球来监视毒贩。同年，他们在南达科他州释放了25个侦察气球。2022年，美国军方透露，这些气球已转入军事用途，并加大了对该计划的投入。当年7月公布的预算文件显示，此前2年该项目一共花费了380万美元，而军方计划在2023年花费2710万美元继续研发间谍气球。按照政客新闻网的说法，五角大楼计划通过这些在18至27千米高空停留的气球执行各种任务，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可能被用来监视、追踪中国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战略巡航导弹。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多次告诫美方切实反躬自省，有着充分的理由。正是因为美国自己干着非法监视别人的事，所以当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时，美国媒体政客按照固有思维一味炒作中国间谍气球侵犯领空，全然不顾中方对有关情况所做的说明。美方所为就是做贼心虚。也就是说，美国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干的，那自然就是说他自己长期这么做，他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以小人之腹来度这个君子之心，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像中国或者他国也是这样做的，说明啊，美国并非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他国气球侦察的这个受害者。那实际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个利用这个气球对他国进行这个监视或者侦察的一个怎么样的重要的玩家，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技术，有这个能力，有这样的一个手段。那所以说，他利用这一次的中国这个气球事件来进行炒作，那可以说是这个贼喊捉贼，包括了对中国进行这个舆论战和认知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汪文斌指出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头号监控国时，他提到，包括欧洲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有切身体会。据丹麦媒体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利用与丹麦情报机构合作的机会，对德国、瑞典、挪威和法国等邻国的政要进行监听活动，其中就包括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实际上，美国已建立起监控全球的秘密网络，连盟国都不能幸免。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制造的棱镜门事件，曝光了美国政府广泛监听国内外电话及互联网通信，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维基解密公布的信息显示，其中美国的很多盟国都是受害者。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3位法国前总统都进行过监听，以了解他们的施政纲领和对外政策。时隔8年，就发生了汪文斌所揭露的事件，令美国又陷入窃听风云。2021年5月，丹麦媒体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同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监听包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其中对默克尔的手机监听竟然长达10多年，这再次令欧洲舆论一片哗然。当时，默克尔得知实情后，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指责此举严重背弃信任。
此外，汪文斌在14号的记者会上还揭露，美国中情局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长期秘密操纵瑞士克里普托 AG 加密设备制造商，对全球多个国家开展监听活动。该公司行销120多国的加密设备，其实一直是美国中情局的窃密机器。深圳卫视注意到，2020年初，美国、德国和瑞士3国媒体就在联合调查后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经由瑞士一家加密设备制造商窃取和破译多国加密文件，时间持续长达数十年，而且被窃取文件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韦宗友对深圳卫视表示，这些实证再次将自诩为网络安全卫士的美国的假面具撕掉，连盟友也不放过，露出全球最大网络黑手的真面目。美国它实际上是这个网络的这个发明者，它是个科技大国，也是个网络强国。那所以说，它利用它发明的这个互联网，然后呢，再利用网络空间，对他国进行广泛的这个监视，那甚至是窃密或者是这个袭击了，利用它的这个在网络空间的这样一个技术优势来维护它的美国这个霸权，也就是破坏了网络空间它既有的相关的这个秩序和这个约束，那甚至会加剧网络空间的这种军备竞赛，甚至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制，甚至是效尤。总体来说，会对网络空间的这个良好的运行呢，造成这个巨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政府经过评估，认为上周以来被击落的3个不明物体可能为商用，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用来搜集情报的。您是如何看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梅西你好，这是美国呢为武力袭击中国民用飞艇的变相认错，也是为编造所谓中国有一支气球舰队的谎言而自我打脸。大家呢可能都知道，在美军呢击落中国民用飞艇以后，中方呢提醒美国呀不要小题大做，反应过度，但是呢美国不听劝解，马上编造出一个弥天大谎，污蔑中国有个气球舰队在各地各国上空搜集情报，还向40多个国家呢传播谣言，好像呀中国真有这样的一支气球舰队。那么期间呢，这个美国呀还把这个中国6个与气球制造有关的企业纳入黑名单。那接下来呢，美国试图证明气球舰队的存在，于是呢在3天内又击落了3个高空飞行物。其中有一个呢，还是用2枚导弹才打下的，第1枚呢没有击中。要是4个飞行物都是中国的，那就能够坐实了这个气球舰队的存在。但是现在呢，美国公开说与中国无关，也与军事侦察、情报收集无关，可能是良性的这个民用商用飞气球，这就等于承认呀美国错了，既不存在所谓的气球舰队，也把自己编制的这个舆论气球呢给击落了。美国呢对中国的歇斯底里，这个原来呢全是自编自导的谣言和谎言，毫无根据。美国还说呀，后面3个气球呢一时找不到残骸，那么需要花时间去找去打捞。我看呢这也是遮羞布。这个按照美国一贯的做法呢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呢他们肯定知道击落的飞行物的确与中国无关，与搜集情报无关，错的呢是美方。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办呢？在中美危机得到管控以后，中方呢出手了。今天呢，外交部宣布，鉴于美方滥用武力、过度反应、升级事态，并且以此为借口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中方呢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进行对等反制。那么再接下来呢，首先呢是双方协商制定一套标准，为今后应对类似的事态有个操作规程。不能呢让美国乱来。美国总统呢已经成立了一个跨机构的小组。2是美方呢得向中国移交被击落的民用飞艇残骸。3呢是中美协商解除制裁与反制裁措施，争取呢为各自企业的发展不再设限。这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中美关系呢会缓和下来，而中方理性管控危机的做法也将得到更多国家的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头号监控国家，一些网友也用“黑客帝国”来比喻美国的各类监控和情报搜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中国人呢本来是很温和，也知道美国呀各式各样的侦察行为和情报搜集，只是呢不说破而已。现在呢这老美太过分了，针对气球事件居然蓄意抹黑中国，编造出这个气球舰队这样的弥天大谎。那么中国呢也得说道你美国干的糗事，让世界知道呀，你美国呢才是当之无愧的
全球头号监控国家。那么，包括在气球领域，美国军方呢是最早使用气球当武器的。自从1997年起呀，更是先后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高空侦察飞艇。去年呢，这个美国军方呢用高空侦察气球来跟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可以说呀，美国凭借其科技能力呢，从天上到地面再到水下，布满了监控和侦察网。从卫星监控、电子侦察机到电话监视、网络监视，再到电子侦察船监视、海底电缆监视，可谓呢是无奇不有。那么对于中国呢，美国去年一年仅舰机抵近侦察就高达657架次，还发生过一些大事儿。你比如说，这个2001年呢，南海撞击事件；去年9月份对西北工业大学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袭击，用了40多种网络武器。而对于世界各国呢，美国的监控无孔不入，包括呢对自己的盟友和公民都加以监视。那最有名的呢就是棱镜门事件，揭露美国国安局监听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收集数亿美国人的隐私数据。美国国安局呢还要谷歌、这个雅虎、微软、苹果、脸书、油管等互联网公司呢交出代码，从而呢窃取用户通讯记录，搜集情报。对盟国和本国公民尚且如此，那么对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俄呢，就更不在话下了。可以说呀，美国对别人的指控，自己呢几乎全部都干过。现在呢，我们也不妨借气球事件来启迪一下美国，看看他们呢是怎样监视世界各国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